贺锦月，我对芊芊真心天地可见。今日我在此立誓，此生绝不再踏足东院半步。若违此事，天打雷劈！听到了吗？子轩爱的是我，你人老珠黄，占着正妻的位置又怎么样？不过是个活寡妇罢了。所有人都以为我会哭天抢地，会寻死觅活，就连宋芊芊也觉得我是输得最惨的那个。祝愿你们儿孙满堂，永结同心。装什么装？我和紫渊当然会儿孙满堂，不用你加好心。他不知道，在这个没有避孕之法、没有堕胎之术的古代，一生一世一双人到底意味着什么？直到5年后，他挺着第5个孕肚，看着满地哭闹的孩子，才终于明白，我那句祝福是最恶毒的诅咒。夫人，您又有了。故事要从5年前那个夏天说起。紫渊，你看这府邸好气派啊！这是谁呀？私下搂搂抱抱，成何体统？听说周御史南下赈灾带回来的女人，真是不知廉耻。紫渊，这位就是你说的那个包办婚姻的妻子啊，看起来好老啊，比你大好多岁吧？我与夫君同岁，倒是这位姑娘看着年纪不大，规矩倒是一点不懂。光天化日之下与外男搂搂抱抱，就不怕坏了自己的名声？紫渊，他骂我，我只是太高兴了而已，他怎么能这么说我？贺锦月，芊芊性子单纯，不懂这些繁文缛节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她？我怎么说她了？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？夫君南下半年，带回一个无名无分的女人，还让她当众对我这个主母指手画脚，传出去，别人只会说周御史治家不严，宠妾灭妻。谁是妾？我才不是妾！贺锦月，你别给我乱扣帽子！紫渊说了，他只爱我一个人，以后会娶我当正妻的。哦，难不成你真的打算休了我，娶她当正妻？月娘，白天的事是芊芊不对，我替她向你道歉。但她真的是个好姑娘，你别对她有偏见。我对她有没有偏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夫君打算如何安置她。总不能让她一直无名无分的住在府里吧？玉娘，我知道你委屈，但我和芊芊是真心相爱的。她为了我背井离乡，无依无靠，我不能负她。所以呢，你想纳她为妾？不行，芊芊说了，她绝不做妾，她要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她是21世纪的独立女性，不能接受和别人共侍一夫。21世纪那是什么地方？我只知道大周朝的律法，男子只能有1位正妻。你不能休我，他不肯为妾，那你想怎么办？月娘，我想了个两全之法，正妻之位永远是你的，府中钟馗也依旧由你管，只是从此我不会再踏足你的院门半步，我会以平妻之礼待芊芊，给她和你一样的待遇，这样我们3个人都能幸福。两全之法，周子渊，你可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。你占着我贺家的势力，享受着我给你打理的后宅，然后却和别的女人谈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？贺锦月，要不是看在周家生2个孩子，又伺候公婆多年的份上，我早就怎么样？早就休了我。你敢吗？你要是敢休妻，我爹立刻就会上书弹劾你宠妾灭妻，罔顾伦常。到时候，别说你的御史之位，就连周家的爵位都保不住。不过你说的条件我可以答应，但是我有3个条件。你若是答应，从此你我两不相干；你若是不答应，那咱们就鱼死网破，谁也别好过。你说，别说3个，就是30个，我都答应你。第一，府中所有银钱账目、下人调度，永远归我掌管。宋芊芊和她身边的人不得插手府中任何事务。她的月例按贵妾的标准给，多1分都没有。可是芊芊她……你刚才说什么都答应，要么同意，要么免谈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第二，我的1双儿女是周家唯一的嫡子嫡女，宋芊芊的孩子只能庶出，不得继承任何东西。族中长老那边你去搞定。这本来就是应该的，锦儿是嫡长子，本来就该继承爵位，我答应你。第三，我要东院，从此东院归我和孩子们所有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踏入东院1步，包括你。东院不行，那是我最喜欢的院子，里面的梅林和池塘都是我花了10年心血打理的，我从来没让任何人住过。怎么舍不得？你连正妻都能不要，连自己的孩子都能不管，还在乎一个院子？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想过，真的再也不踏足我的院门？你自己想清楚。要么给我东院，从此你和你的宋芊芊双宿双飞；要么咱们就去祠堂，让所有人都评评理，看看你这个宠妾灭妻的御史还能不能当得下去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东院给你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
周子渊、宋芊芊，你们欠我的，我会一点一点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子渊，你说贺锦月真的答应搬去东院了？放心吧，贺家最看重脸面，他要是反悔，丢的是他自己和贺家的脸。再说，我已经给足他面子了，正妻之位还在他手里，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那你明天就让他赶紧搬，我才不要和他住在一个院子里。好，好，好，都听你的。明天一早我就让人去催他搬。夫人，真的要连夜收拾吗？孩子们都睡熟了，折腾着搬家，怕吓着他们。而且老爷刚走没多久，万一他反悔，就是要趁他反悔之前把生米煮成熟饭。更何况宋芊芊巴不得我立刻搬出去，明天一早他肯定会撺掇着周子航过来催，到时候指不定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，做出什么难看的事。我不想让孩子们看到那些。我们要搬去新院子了吗？是不是以后再也看不到爹爹和宋姨娘了？是啊，新院子有大大的池塘，里面有好多金鱼，还有一片梅林，冬天会开好多好多好看的花。以后锦儿可以带着妹妹在池塘边钓鱼，在梅林里堆雪人，再也没有人会来打扰我们。那我帮娘收拾东西，我力气大，可以搬自己的书。不用你搬，你陪着妹妹，别让她醒了哭。夫人，这碎了就碎了，留着没用，看着碍眼。锦儿，走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只为我的孩子而活。夫人，您看这东院多好啊，空气清新又清静，比原来那个院子强多了。老爷要是不来捣乱，咱们母子三人能过得舒舒服服。是啊，从此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，再也不用应付那些虚情假意，这才是我想要的日子。贺锦月，你给我出来！宋姑娘，这里是东院，夫人说了，没有她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你个老奴才，也敢拦我！这整个州府都是紫渊的，紫渊的就是我的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林妈妈说的对，这里是东院，我的地方，谁让你进来？我今天就是来告诉你，你和紫渊是盲婚哑嫁，是没有感情的。他留你正妻之位，不过是因为体面，希望你日后最好不要与我对着干，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爹是朝廷命官，我自幼锦衣玉食，没受过半点委屈。我在周家有一子一女，皆聪慧伶俐。贺家与周家与利益事上也永远绑得汗毛快。只要我不犯错，在这州府没有人敢动我丝毫。就算你占了这东院又怎么样？等我和紫渊有了孩子，紫渊的心只会偏向我和我的孩子，物质生活也会比你更好。你看，这是紫渊特意给我买的云锦罗裙，好看吗？他说了，以后要把天底下最好的东西都给我，不像你穿的这么素净，跟个深宫怨妇似的。不许你骂我娘亲，你敢顶嘴！宋芊芊，你敢动我的孩子一下试试？疼，贺锦月，你放开我！紫娟，紫娟救我！贺锦月，你疯了！你竟然敢打芊芊！我打他？是他先闯我的院子，先骂我的孩子，先动手要打锦儿的。你不问青红皂白就推我？紫渊不是的，是他先欺负我的，他还说我是妾，说我不配住在州府，他还打我的手，好疼啊！贺锦月，我警告你，以后不准你再欺负芊芊，否则我饶不了你。你饶不了我？你想怎么饶不了我？打我还是休了我？你别忘了，当初是谁求着我答应你的条件的？是谁发誓再也不踏足东院半步的？现在带着你的人滚出我的东院，否则我立刻让人去请族中长老，让他们看看你这个违背誓言、宠妾灭妻的好子孙。我们走。贺渊，你别得意，子瑶爱的是我，我一定会让他休了你，把你和你的孩子全部都赶出去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还是要再祝福你们一句，祝愿你们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儿孙满堂，多子多福。夫人，你怎么还祝福他们啊？那个女人那么嚣张。林妈妈，你不懂，这不是祝福，是诅咒。月娘，这辈子我必定待你如珠如宝。夫人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宋芊芊说的盲婚哑嫁。您和姑爷打小就认识，两家走动了多少任年，这哪里称得上盲婚哑嫁？正是，我俩青梅竹马，自记事起便知道他是我日后的夫君。每次见面，我总是欢喜多于忐忑。是啊，婚后头3年，姑爷待夫人那也是没得说的。他曾说过待我如珠如宝，我替他挑选小妾，他也断然拒绝，说暂且无心他人。盲婚哑嫁这4个字，我万万不认同。只是往事如何都已经不重要了，
眼前这2个孩子才是我往后最要紧的事。夫人，走吧，林妈妈，带孩子们回屋，这日头太毒了。娘娘亲，贺锦月，有件喜事要告诉你，郎中刚才说了，我有喜了。哦，如此说来，恭喜宋姑娘了。孩子谁都能生，但你也清楚，日后谁更得父亲宠爱，这明眼人都能瞧见的。我的孩子，子娇自然会捧在心尖上。宋姑娘的急事，这孩子是夫君的骨血，我这个做正妻的，自然也要好好照看才是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自然是真心恭喜宋姑娘。这孩子无论是男是女，生下来都要唤我一声母亲。我做母亲的，焉有不高兴的道理？可不是嘛！国朝规矩，妾室所出的子女皆记在正妻名下，叫的是正妻这声母亲。宋姑娘这胎，无论男女，日后可都是夫人的孩子。谁稀罕？紫渊宠的是我，孩子跟谁亲还不是一眼便知。哼，宋姑娘说的对，夫君自然是疼爱你的，只是这孩子生下来，无论如何也要叫我一声母亲。去厨房知会一声，让他们备些安胎养身的食送去宋姑娘院里。是夫人。宋姑娘如今有孕，可得好好将养着。林妈妈，把这个月的账册再核一遍。是夫人。这宋姑娘满心以为来炫耀，没想到反被夫人堵了回去。林妈妈，我说的不过实话罢了。夫人，宋姑娘这一胎生下来，再过不到8个月，我就能多个孩子了。无论庶子庶女，都是要喊我母亲的。林妈妈，我倒是真心替她高兴。夫人此话何意？林妈妈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若说我有什么愿望，那便是往后不要再有孕了。夫人，上2回生产，老奴都守在门外，那3天3夜的动静，老奴这辈子都忘不了。所以我不想死，可身为妻子，替夫家开枝散脉是头等大事，我既不能拒绝，也断然不可私自服用避孕的汤药。所以宋芊芊来的正是时候。夫人的意思是让她替夫人分担？就算没有宋芊芊，我也早打算替夫君再纳2个妾室。林妈妈，你听我说，这妾室将来生下的孩子，无论庶子庶女，我都会视如己出，好好对待。夫人对那些孩子这般上心，难道不怕他们将来？怕什么？庶子若想在朝堂有所作为，就必须供养我，孝顺我。国朝律法摆在那里，不孝这一条罪名，足以断送他一生的仕途。庶女也一样，日后出阁联姻，能为家族带来多大的利益，这些孩子都是要好好养的。夫人想的比谁都远，就怕万一。所以宋芊芊今日来炫耀这一胎，对我而言不是威胁，而是保命的筹码。恭喜老爷老太太，是个俊俏的小姑娘，生得灵动可人，是个好孩子。投胎生女也无妨，往后还有机会。女儿变女儿，我也不重男轻女，往后我要加倍疼惜我的闺女。芊芊说的是，咱们周家的姑娘自然也是金贵的。芊芊说的对，儿女我都一样疼爱。夫人，方才前院传来消息，宋姨娘又有身孕了。听闻她投胎产后身子亏空，汤药还没断利索，主君便夜夜留宿她院里，这才休养不足2月，就又怀上了。知道了，按旧规矩送补品参汤过去。夫人，宋姨娘这身子还没养裂碎，这会儿又怀上，郎中说此胎风险不小。规制是什么就送什么，不必多言。娘亲，那位姨娘身体还没养好，怎么又要生小宝宝了？苏苏，你只管把这盆里的花照料好，旁的事不是自该操心的。夫人，宋姨娘这头胎生下来才2个月不到，身子还虚着，这会儿又怀上，只怕这一胎……林妈妈，这是她和夫君自己的事。可夫人向来宅心仁厚，是不是让郎中多去看顾几回？规制内该有的一样不少，谁让夫君满腔情意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？接连有孕本就是意料之中的事，她要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这代价只能自己来受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宋姨娘骤然腹痛见红，怕是要早产。即刻请最好的稳婆赶去她影落，备好生产所需药材物件，万万不能耽搁。是夫人。恭喜老爷老太太，母女平安，又是一位小姐。好好养着吧。芊芊，别听那些人胡说，我不在乎儿子女儿。你听我说，女儿也好，儿子也罢，都是咱们的骨肉。爹娘那边我去说，你只管好好养身子。紫渊，我知道你不在意。我说了，府里便是不在意，公婆正不在意，你又何必把那些闲话放在心上？紫渊，
可这府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说了算。没事，之后的日子还多着呢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这一子章的意思，你可说出来。学了知识要时常温习，才能有所得。有志同道同的朋友从远处来，是一件乐事。不错，太子伴读每日要与太子一同研习，你莫要松懈了，知道吗？儿子记住了，不敢懈怠。苏苏今日的琴练完了？练完了，娘亲，我今日学会了新曲子，晚间弹给娘亲听好不好？夫人，宋姨娘第3胎生了，生下来依旧是个女儿。知道了，照规矩送上滋补用品，叫人好生照料母女2人。夫人，府里的下人今日嘴碎得很，都在议论宋姨娘接连3胎皆是女儿。府里的嘴管好自己院子里的就够了，旁的事儿少议论。是夫人。这都第3胎了，还是个丫头，宋姨娘只怕真的没那个生儿子的命。可不是吗？2、3年了，连个男丁的影子都见不到。主君为了她不纳妾，这周家的香火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就算主君再宠，生不出儿子，老太爷和老夫人那边恐怕早就不耐烦。谁还敢再议论我生儿育女的事儿？给我滚出赵府！姨娘息怒，奴婢知错了。姨娘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不是你的错，是娘没用。芊芊，怎么了？谁惹你了？子渊，我什么时候才能给你生个儿子？子瑶，你如今膝下已嫡出1子1女，可这宋氏连生3胎，皆为女儿，周家节位传承，香火绵延，岂能儿戏？老夫今日登门，就是要问你，这纳妾一事，你究竟是何打算？纳妾一事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，是你必须做的事。2位叔公的心意明白，但子兄曾立下誓言，此生只待芊芊一人，绝不纳妾，还望2位叔公体谅。誓言？一个男人为了区区一个妾室立下誓言，不纳妾室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祖宗规矩？子苗，你的誓言是你的事，但周家的脸面和香火不能只靠你一人的心意来维系。是啊，我们老2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容你宠着那宋氏，可如今宗族长辈都开口了，你还要一意孤行到几时？夫人，族老们今日来势汹汹，姑爷怕是顶不住了。他顶不顶得住，都与我无关。子渊斗胆，此事还请2位叔公宽限些时日，子渊自会与芊芊商量。商量？纳妾开枝散叶，何须与一个妾身商量？子妙，你今日若再推脱，休怪族中按家规处置。子妙，你让为父好生失望。 2位叔公远道而来，一路辛苦，夫君素来重情重义，还望2位叔公多给些时日，容夫君仔细思量。月娘已命人备好席面，请2位叔公先用膳歇息。还是月娘懂事。贺锦月，这一次牢中说了是个儿子哦。如此说来，恭喜宋姑娘了。贺锦月，这古代不是最看重儿子继承家业吗？那我的儿子将来一定当仁不让。怎么？ 贺锦月，你没什么想说的？宋姑娘，我有一事不解。什么事？你头1胎生了大女儿时亲口说过，儿子女儿没什么区别，你反倒更疼爱女儿些。如今有了儿子，却要特意来告诉我说儿子当仁不让。宋姑娘，你这前后2句话，我该信哪一句呢？夫人问的有理。 倒是让老奴想起来，当初宋姨娘投胎得了女儿时，可是说过儿女皆可，不看重男女之别的。我只是在说这古代的规矩，又不是说我自己的想法。原来如此，是月娘误会了。那恭喜宋姑娘有了儿子，往后在府里腰杆子也能硬些了。秉儿送客，宋姨娘，请吧。已经3个时辰了，太尉还是不正，益阳的力气快耗光了，再这样下去。 别说了，赶紧想办法，不然我们都得没命。我只问你一句话：若是真的到了那一步，你保谁？夫人，这自然是尽力保母子平安。你给我记住，周家的血脉最差池，必须保住孩子。是，老奴明白了。娘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芊芊她是我的妻子，是孩子的娘啊！子渊，什么弃子住口！周家的香火不能断，这是大事，由不得你任性。 在他们，我只是一个生孩子的工具。我要是死了，他们只要孩子。您别胡思乱想，您一定要撑住，孩子还等着您呢，主君也在外面等着您呢。恭喜老爷，恭喜夫人，恭喜
主君是个少爷，母子平安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终于有孙子了。主君，您可算来了。姨娘刚才差点就，亏得府里备了百年老山参，煎了参汤给他灌下去，才算是把命吊住了。芊芊，芊芊，你受苦了，我在这里，我陪着你。姨娘，小少爷睡着了，我抱去偏房吧，您歇会儿。姨娘，该喝药了，这是府里郎中开的补气血的方子，温着呢。放着吧，喝了也没用。姨娘，您这身子还没养利落，要不要让奴婢悄悄去外头打听个调理身子的方子？外头有些稳婆专门替生产后的妇人调养的，据说很有效果。去吧，一定要悄悄的，别让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是……姨娘放心，我嘴严得很。宋芊芊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母亲，我只是想调理身子，并非调理身子。哼，你托人在外头打听，说是不想再生了，这话你如何解释？那是误会，我只是想养好身子。你进了周家的门，就是周家的人，替夫君开枝散叶，是你身为妻妾应尽的真分。可我的身子，老君说我需要好好调理。亏空？哪个女人生孩子不亏空？就你金贵，把她送去祠堂，跪满1天1夜，让她好好想清楚自己的本分。母亲，我真的只是想调理身子。子修在哪里？子修呢？夫人，宋姨娘被老太太罚去祠堂跪1天1夜，说她不愿再生。也是糊涂，打听方子竟没瞒住。她只是想养身子，是老太太想多了。听说那一巴掌打得不轻。她进了周家的门，就该有这个觉悟。恭喜伯爷、老夫人，宋姨娘又有1个月的身孕了。我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吗？芊芊，这是好事啊！上一胎我差点血崩，郎中说我身子亏空的厉害，再生下去会没命的。胡说！你蛊惑我儿，许你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既如此，我周家延续香火的任务，自然也要交给你了。不过是几个孩子，你都生不了吗？母亲息怒，妹妹也是担心自己的身子。为夫君开枝散叶，是咱们作为妻妾应尽的本分。妹妹如今儿女双全，是天大的福气。福气！我的小女儿半月就夭折，现在又让我拿命去赌。贺锦月，你站着说话不腰疼？没事的，芊芊，这世间哪个女子不生孩子？但为了我爹娘宽心，你要多担待一些。怎么，我难道就是个生育机器吗？但这是你自己选的，那就得受着。放心，无论你生多少个，周家都养得起。就算没钱，这些孩子总归要喊我一声母亲，我便是拿出嫁妆，也会让他们长大成人。还是咱们月娘懂事识大体。芊芊，你好好学一学吧。母亲，我今日还约了夫人们赏菊，就先告退了。夫人，您方才那番话真是大快人心，老太太把她贬得一文不值，临了还狠狠夸了您一通。有人心甘情愿替我承受生育的苦楚，临了还送我一个贤良大度的好名声，我自然高兴。郎中留步。见过大奶奶。宋姨娘怀着第5胎，身子虚弱，保胎的药方药材务必用最好的，你每日需细细诊脉，若有半点差池，立刻来东院报我。是，老奴定当尽心尽力。夫人，您怎么还对她的胎这般上心？府里的杂事多着呢，我今日还约了各家夫人在东院办宴，可不能去晚了。至于宋芊芊，她承担起了绵延子嗣的责务，那我这个做主母的自然不能亏待了她。夫人大度。周夫人，今日这宴席办得实在是风雅，当真是让人流连忘怀。陈夫人谬赞了，回车的路上可要让车慢些。那咱们就先告辞了，妹妹快些回屋歇息吧，姐姐们慢走。夫人，今日这席办得体面极了，各家夫人对您是赞不绝口。您受累了一整日，待会儿回屋，老奴伺候您好好泡个脚。累些也值，在这深宅里，贤良的名声立得越稳，我和玉儿苏的根基就越牢固。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？惊扰了夫人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有话慢慢说。回夫人，宋姨娘不见了。不见了。一个怀着身子的人，这深更半夜的，能去哪儿？奴才方才去西院送夜宵，屋里空无一人。奴才带人把西院都找遍了，根本没有宋姨娘的影子。立刻传我的话，封锁府里所有的门，再调些人手，把府里从上到下都给我搜一遍。夫人，这宋姨娘如今怀着第5胎呢，这大半夜的，若是私自跑出府出了什么差错，老太和主君回来，怕是要把天给掀了呀！这周府虽大，她一个孕妇还能插翅飞了不成？林妈妈立刻传我的令，去把府门的守卫给我叫来。大夫，求求你，你们这儿有没有能止疼的麻药？就是生孩子的时候能让人不疼的药，哪怕是吗啡散也行。姑娘，使不得啊！这麻药药性大，孕妇生产9死1生，这要是出了差错，担待不起啊！
不行，不用麻药真的太痛了。宋姨娘，可让咱们好找啊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夫人有令，请姨娘立刻回府。贺锦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居然派人跟踪我！月娘，芊芊不过是一时糊涂，你何必如此大动干戈？糊涂？若我不派人跟着，怎会知道他竟想私自打掉腹中虫子？你们算个什么东西？居然敢拿绳子绑我！我要把你们都卖了！不经同意擅自出府，还穿着丫鬟衣裳在外面抛头露面，你置周府的脸面于何地？不过一个妾室，居然敢在外面抛头露面，还敢打掉我的孙子，当真是胆大包天！母亲，怎么？他犯了错，你难不成还要偏帮他？儿子不敢。月娘，你说说今日之事该怎么处理？母亲，他就让他在房中度冲经书2月，静心养胎。儿媳会每日让人给他送保胎药，会亲自看着他喝下去。就这么办。就这么办。芊芊，不过2个月而已，你就在房中好好抄写经书，安心保胎，我会日日陪着你的。子瑶这般日日陪着我，有些人会不会吃醋呀？月娘，今日之事辛苦了，芊芊身子不好，我先送她回去休养。夫人，您瞧瞧，这宋姨娘刚挨了巴掌，一转眼就又神气起来了，真气人！临走还要回头妙戏您。吃醋？林妈妈，我明明快活得很。夫人，大权在握，爹娘撑腰，公婆体谅，夫君仕途顺利，玉儿和苏儿聪慧得体。除了夫君不来我这院子，我这日子哪里有半分不好？夫人说的对，只有在意的人才会在乎旁人是否吃醋，可是我根本也不在乎。夫人这般通透，老奴真是佩服。行了，我今日心情不错，去智慧厨房，今日午膳加1道糖醋鱼。姨娘，要不要再练一练？若是交上去，被夫人瞧见，瞧见又怎样？抄了就是抄了，我才不管那许多。子源，我手都酸了，你就去跟公婆说说，少抄几卷成不成？芊芊，爹娘定下的规矩我也不好去说，你就再忍忍，2个月转眼就过去了。时间到了，送去东院。姨娘，这自己送去就是，费什么？听闻府上宋姨娘犯错被罚，正闭门抄经静心，不过是公婆立的家法，让她闭门自省，收敛心性罢了。夫人，宋姨娘今日新送了抄好的经书，字迹潦草凌乱，敷衍至极。哦，被罚静心抄经，竟还这般敷衍，倒让我们开开眼界。既然各位姐姐好奇，便一观无妨。这字迹歪歪扭扭，潦草散乱，哪有半分自省静心的样子？分明是敷衍应付。受罚不知悔改，浮躁任性，这般心性，难怪屡屡出错。家法在前，尚且敷衍，可见心性未定，全当闲谈左茶，一笑而过便好。姨娘，前头东院来了好些夫人做客，夫人把您交去的经文当着那些夫人的面拿出来给人传阅了。你说什么？那些夫人们瞧见姨娘的字迹之后，都在低声说笑。贺锦月，姨娘，往后要不要把字写得工整些，免得……不必。贺锦月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日日亲自盯着我喝药，莫不是在药里放了什么东西？宋姑娘想多了，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亲手送药，我若真要害你，岂不是把自己第一个推出去认罪？这种蠢事可不是我贺锦月会做的。妹妹，该喝药了。姨娘，你若不想公婆再责罚，就好好喝药。我也没蠢到在这碗药里下毒，难道是生怕让人不知道我要害你吗？苦死了！蜜饯呢？你做什么？这几日你胎相不稳，郎中说保胎药喝完不可以吃蜜饯，会影响药效。你胡说！我以前喝药都吃。妹妹若是不信，大可以去问。不过郎中是我请的，听谁的话，妹妹应该清楚。妹妹啊，我这是在为你好呢。紫渊蒙陛下赏赐，这些宫里来的首饰，
他一得空便全都送到了我的院里。姐姐瞧瞧，这成色可真好。可惜啊，紫渊竟是一件都没留给姐姐。母亲，轩儿今日穿的新衣裳好看吗？好看，我们宣言穿什么都好看。尝尝这刚出锅的马蹄糕，甜不甜？甜。轩儿最喜欢母亲这的点心了，也最喜欢母亲。你看，孩子们还是跟夫人亲。是呀，允铎少爷生下来就认夫人当嫡母，夫人还亲自教他们读书写字呢。宋姨娘生再多，也不过是替周家开枝散叶罢了。于轩，过来，跟小娘回屋了。小娘，于轩乖，我们回屋吃甜点。姐姐这风大，妹妹就先告退了。妹妹慢走。轩儿，下河想吃糕点，再来母亲这儿。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老太爷和老太太方才派了大批人手去西院，把宋姨娘的孩子全都强行抱回主院去了，说是要亲自教养。夫人，这老太太，那宋姨娘如今怀着身孕，怕是要闹翻天了。连午膳都省了。林妈妈，带上玉儿和苏苏，咱们去公婆院里瞧瞧。是夫人。母亲，求求你们把孩子还给我，那是我生下来的，他们是我的孩子，我的。怎么？你觉得我和老婆子教不好你的孩子？子渊，你快跟爹娘说说，他们把我的孩子都抢走了，你快帮我把孩子要回来啊！父亲、母亲，芊芊平日里虽有些毛躁，但孩子还小，离不开生母。要不……闭嘴，周子浩！这些孩子全是我周家的血脉，我就算再不喜欢这个妾室，也绝不可能拿我周家的孙女的前途开玩笑。还是你觉得我和你父亲没本事，会教坏了你的孩子？姑爷自幼便是老爷太太亲自教养出来的，他若是敢说个不字，那就是自打嘴巴，背上不孝的罪名。这哑巴吃黄连，他不受也得受。芊芊，你不要想太多。如今你怀着第5胎，身子骨本就弱，照顾孩子哪里顾得过来？让爹娘帮忙照顾，岂不是更好？周子渊，你居然也不帮我！是你，何锦月，都是你这个坏女人干的，对不对？月娘，大清早的叹什么气？跟娘还有什么用得着藏着掖着的吗？母亲，心里替西院的几个孩子担忧。昨日宋姨娘带着孩子来东院，身心俱疲，怀着第5胎，脾气却越发焦虑急躁。怀胎期间心浮气躁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若只是脾气急躁，或许还好。然而妹妹如今整日争奇弄艳，头戴琳琅满目的珠翠，行事骄奢浮华。孩子定性的时候，若耳濡目染她这般奢靡与奸躁，将来怎能有个正经规矩？哼，她不过是个无媒无靠的孤女，哪懂得何为教养？这些孩子皆是周家的骨脉，若因她的所作所为，使孩子们将来不学无术，败坏家章，那才是真正无法回的败绩。胡闹！我周家血脉岂能任由这妾室糟蹋？宋芊芊，若不是你3番4次登门挑衅，你真以为我有闲情逸致想要对付你？今天不过是给你一个不痛不痒的教训罢了。你这个疯子！父亲、母亲，这几个孩子若是跟着一个只知道攀比炫耀的小娘，日后还指不定会长成啥样。跟着二老教养，姑娘们日后才能博得一个好前程呢。好，还是咱们月梅识大体。娘亲，你抱得太紧了，轩儿多抱疼。娘好不容易才跟老太太求来这半日的相处功夫，再过2个时辰，他们就要把你带回去了。娘舍不得你啊！姨娘，您整日这么哭，日夜这么思念孩子，身子骨哪能受得了？您实在难受的话，不如咱们向东院低个头吧。低头？你让我去求贺锦月？正是这个理啊，姨娘。咱们亲手做一碟新鲜点心，带着轩姑娘去东院走一趟。只要夫人肯松口，帮着说句话，公婆定会松口，把孩子们还给您的。好，就照你们说的办。只要这次能顺利把我的孩子们接回来，我跟他低这一次头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姐姐，前几日是妹妹不对，妹妹给你赔罪了。妹妹有孕在身，不必多礼。这是妹妹亲手做的，知道姐姐喜欢，特意带来给姐姐尝尝。姐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如今儿女不在我身边，我夜里总睡不好，心里实在难受。她突然这么低神态，肯定没安好心。这糕点怕是有问题。妹妹的心情我理解，只是此事家里已经有了定论，我也不好多说什么。姐姐，你看，你这里景色多好，
可我的院子冷冷清清，什么都没有。姐姐，你就帮我说说话，让孩子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只要孩子能回来，你让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姐姐，我求求你了。雪儿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大夫，快叫大夫！你妈妈，快去传府里最好的郎中，快去！雪儿，快别吓娘亲，娘亲不能没有你。大奶奶宋姨娘，万幸，轩姑娘无碍了，只是自幼体弱，哮喘突发，需长期调养。就是往后万万不能再受到惊吓和哭闹跑动，稍有不慎便会又会复发。唉，能不能恢复就看造化了。是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要不是你挑唆公婆抢走我的孩子，害得我们母女分离，轩儿怎么会发病？是你害了我的女儿，贺锦玉，你毁了我轩儿一辈子，我跟你没完！宋姨娘讲点道理，夫人立刻请郎中，还拿老山参救命，怎么是她的错？云轩，夫人，这宋姨娘是彻底疯魔了。她现在若是不找个人来恨，她那颗心只怕当场就要裂了。林妈妈，把库房最好的燕窝人参送一半去西院，请郎中每日请脉，医药费全走我私账。他那样冤枉您，您怎么还……轩儿是无辜的，我是周家主母，府里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。至于宋芊芊，她欠我的，迟早要还。老爷老太太那边该如何去报？你亲自去主院，就说轩儿突发喘疾，人已无碍，只是伤了根本，需长期调养。是，我已安排妥当，让公婆宽心。夫人想得周全。贺锦月，都怪你！我的轩儿以后再也不能自由自在生活了，我要你偿命！宋姨娘，夫人已拿私产为轩儿治病，你不知感恩，还穿成这样撒野，成何体统？放肆！疯了！你当真是疯了？主母也是你能随便伤的？月娘，你没事吧？紫月，是他害了轩儿，轩儿是因为他才发病的，你帮我报仇啊！月娘，芊芊因轩儿生病，心神大乱，行事失了分寸，她不是故意要伤你的。你一向大度，就多担待些。她还怀着周家骨肉，受不了刺激，我回头给你送最好的伤药，成吗？主君，夫人手上伤痕实打实，宋姨娘以下犯上，按家规本该杖责。担待，夫君放心，既然妹妹怀着身孕，我这个做正妻的自然会好好担待。林妈妈，送客。我这身子一日不如一日了，还好我的轩儿人没事了。母亲莫要伤心，保重身骨要紧。只是西院宋妹妹因轩儿的事，情绪极不稳。哼，她还有脸闹？若不是她自己没照顾好孩子，轩儿怎会弱成这样？妹妹怀着第5胎已5个月，思虑过度，胎相不稳。郎中说她万万不能伺候夫君，连自己和轩儿都照顾不过来。紫渊年轻，总不能一直守着这宋芊芊。儿妻也正为此发愁。虽说夫君许了她一生一世，可她如今自顾不暇，不如由娘做主，替夫君纳2个小妾，既能伺候起居，也能帮着照看孩子。娘何尝不想？可前几次提纳妾，紫娟死活不肯，这回怕是也难。母亲，谁说一开始就要给名分？你是说先往她书房塞2个貌美婢女伺候，红袖添香，日久生情，等生米煮成熟饭，再给名分不迟。好孩子，还是你想的周到，就这么办。这事儿你亲自安排，挑2个稳妥周正的丫头。夫人，这2位便是按您的要求挑出来的。穿着浅绿衣裳的叫绿儿，穿着橙色衣裳的叫橙儿，模样倒是貌美，口齿如何？夫人放心，这2个丫头不仅生得美，更是能说会道，那一张嘴利落得很。你们去了主君的书房，只管做你们该做的事。若有人拿规矩压你们，由我和老太太给你们撑腰，明白了？奴婢明白，谢夫人提携。去吧。就是贺锦月害了我们的轩儿，是他！你为什么还不休了他，把他赶回贺家？芊芊，你清醒一点！休妻，无故休妻不仅要挨板子，还要流放3千里，你是要毁了我周家100年门籍吗？你变了！你以前口口声声说只爱我一个人，现在却护着那个害我女儿的凶手，你也是帮凶！那也是我的女儿，我难道不心痛吗？可你天天这么疯，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倒酒，给爷倒满！主君，您慢些喝，这都已经是第5罐了，天色实在太晚了，宋姨娘还在等着您呢。要不，咱回府吧？回西院？我不回，我凭什么要回去？回去听她歇斯底里的发疯吗？那也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这个当不父亲的难道不难过吗？可她宋香香，她像个疯子一样，她甚至还拿出一把匕首，逼着我去休了月娘，逼着我去让月娘自我了断。她疯了。
他真的是疯了，他这是要把我逼上绝路，是要毁了我周子轩的前途和整个周家呀！走，去书房。今晚谁也不许去西院通报，也不去见那个疯夫。夫人，大喜！主君在外面喝得烂醉，方才回府了，但他没有往西院去，而是一脸怒气的直接钻进了书房，连门都没让西院的人进。林妈妈，让绿儿和橙儿立刻换上衣裳，带着醒酒汤过去。夫人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确实是个好机会。原先两个缠缠迷语的人闹了矛盾，这根名为理智的弦才断得最干净。主君醉了，书房里红袖添香，去吧。主君如今正需要温柔解语花，怎么伺候不用我教你们了吧？奴婢定不负夫人厚望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昨儿个夜里，主君在外面喝得大醉，根本没回西院，而是歇在书房里了。这有什么稀奇的？稀奇的是，东院送过去的绿儿和兰儿，今儿个一早有人看见那两位从书房出来呢。天爷啊，那两位可还没名分呢，就这般承恩了？你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姨娘饶命，奴婢们什么都没说。周子轩怎么可能碰别的女人？他答应过我的，你们骗我！我要去收拾了那两个狐狸精！夫人，西院那边成了，宋姨娘当场发了疯，正提着一把宝剑，杀气腾腾的直奔主君的书房去了。林妈妈，替我更衣。夫人神算，那宋姨娘怀着5个多月的身子，竟然提剑闯书房，这等不知体统欺君犯上的荒唐行径，这回便是主君也护不住她了。夫君昨夜刚承了那两人的恩，这会儿怕是正新鲜着呢。宋芊芊这般去闹，无异于当众打夫君的脸。走吧，咱们去书房，好戏开场。我这个做主母的怎么能迟到？周子渊，你曾说过要许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后来你又说贺锦月不能休，我就只能忍着委屈给你当平妻。如今算怎么回事？我还怀着你的孩子，你居然就背着我跟别的女人勾三搭四！怎么，一个姨娘这般善妒？我好歹也是清清白白的姑娘家，你如今就要这般提剑威胁我，我也不怕出去喊冤的。一个姨娘如此这般，不知道的要是传出去，还以为主君害怕一个姨娘呢。宋芊芊，你能不能先不要闹了？你居然让我不要闹，明明就是你先负了我，你怎么还能说让我不要闹？宋姨娘，你太过分了吧？怎么可以打当家主君呢？这要是传扬出去，别人该怎么说咱们周家？我等心疼主君还来不及，你居然敢打他！你就是仗着主君的爱肆意妄为，可怎么样也该在别人面前给他留点面子吧。大清早的闹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贺锦月，你装什么好人？昨晚是不是你把这两个狐妹子塞进紫渊书房的？你就是故意要毁了我的生活！宋芊芊，你给我闭嘴！你看看你现在哪里还有半点女子的温婉，简直是个疯妇！你骂我疯妇，周子渊，你为了这两个女，竟然当着这么多下人的面骂我！林妈妈，去把院门给我关死！今天在这书房里伺候的所有下人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部拖下去掌嘴20！主君被姨娘掌我，一夜宠幸2名婢女的事，要是敢传出府去半点风声，你们这几颗脑袋了，直接乱棍杖毙，发卖出去！老奴定会管住这些人的嘴，绝不叫主君的清誉受损。月娘说的一点都没错，家丑不可外扬，这种荒唐事要是传出去，紫萱的仕途就彻底毁了。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妾室，居然敢提剑打当家主君，当真是反了天了！求老太爷、老夫人做主啊！奴婢今早便被宋姨娘提剑追，若是周府容不下奴婢，奴婢也只能去投井以证清白了。奴婢清白已毁，若主君没有表示，奴婢们只能自缢在书房，绝不叫周家背上迫害婢女的名声。老太太，这两位姑娘可都是清白人家出身，若是真在咱们府里人没了，这事儿可就真瞒不住了。我周家绝不能出人命安官。子轩，昨夜既然有了既定之时，为了安抚人心，也为了全了你的体面，今日便由我和你父亲做主，将绿儿和兰儿抬为姨娘。母亲，可我曾答应过芊芊。闭嘴！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儿子全凭父亲、母亲和夫人做主。妾身律氏给夫人请安，夫人万福金安。都起来吧，林妈妈赐座。若非夫人垂怜引荐，咱们哪能有今日吃穿不愁，还有人伺候的体面前途？夫人的大恩大德，妾身没齿难忘。是啊，夫人，咱们身后没有半点权势背景，在这府里全仗着夫人的庇佑，往后妾身2人自然为夫人马首是瞻。起来吧，你们如今既已是主君的姨娘，伺候主君安分守己便是，不必在我这里表忠心。夫人，那宋姨娘为人善妒，如今又怀着身子，妾身斗胆，不知夫人可是想让妾身姐妹为夫人做些什么？是啊，夫人，夫人让咱们过上了好日子，成了名正言顺的姨娘。先前老太太还许咱们方后也能要个孩子，只要夫人一句话，我们万事都听从夫人的。能做些什么呢？从一开始，我便不想掺和你们与西院的那些恩怨，奈何有人一再挑衅，非要将这后院闹得鸡犬不宁。妾身定会好好伺候主君。妾身也明白，
去吧。哟，我说今儿个长廊上怎么一股子狐臭味儿？原来是两个狐妹子。咱们好歹是老太太亲自做主抬进来姨娘，清清白白。不知当年是谁无媒无聘就跟在主君身边，堂而皇之进了周府的门。绿儿姐姐少说两句吧。你们，姐姐省省力气吧。妹妹我这肚子也争气，昨日刚请了劳中，已经有了1个月的身孕。主君现在啊，心疼我的紧呢。不可能，紫萱怎么会让你生孩子？夫人，西院今天可热闹极了。自打那2位进府使尽了浑身细数夺宠，今天蓝姨娘爆出怀了身孕，宋芊芊得知消息，正在西院里又哭又闹，把主君刚送去的几件玉器全给砸了。闹得好，她一闹就顾不上来东院烦我了。可不是，这么多年了，咱们东院还从未像这几日这般清静。不过夫人，那宋芊芊也不是吃素的，听说她今天特意请了相熟的郎中，诊出她肚子里怀的这第5胎，必定是个儿子。因为这肚子，她怕是又要来我面前神气了。她也就只能靠这肚子撑着了。那就让她神气着吧，站得越高，摔下来的时候才越疼。怀着孩子算什么了不起的本事？这高门大院，真正的本事是能平安生下来，还得养得大。生了孩子不被主君宠爱，那生了等于没生。宋姐姐，妾室生儿生女都是周家的福气，不分贵贱。更何况孩子无论男女，都得登记在夫人贺锦月名下，喊她一声母亲。至于孩子如何，得看夫人的教养。妾室的子女岂能随意议论？兰氏，我可是紫渊正妻，夫君亲口许诺的平妻。你们2个不过是爬床的婢女，哪里配跟我比？平妻，宋姐姐，这梦做的真长。国法律法都未承认平妻，顶多是贵妾，永远都轮不了正妻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，竟敢跟我并列？律法不认平妻，但我是紫渊心中的唯一妻子，生同妻，死同绪。宋姨娘，你说错了，爹爹的妻子从始至终只有我娘亲一个人。你敢当我话？宋姨娘这脾气，怕是越养越大了。打落水狗，连丫鬟都不放过，真是火气越大，再去生得越狠。姨娘，咱们慢着些，这连日下雨，石阶上尽是积水，湿滑的紧。要不咱们今儿就在院子里转转，别去湖心亭了吧？起开！整日在屋里憋着，没病也憋出病来了。是，那奴婢在后面跟着，您千万当心脚下。我走我的路，用得着你在这乌鸦嘴？我的肚子好痛，好痛！来人，宋姨娘摔倒了，要生了！这可怎么得了？老话都说7活8不活，这孩子偏偏8个月早产，也不知道我这周家的孙儿能不能平安保住啊！别太过忧心，宋妹妹向来吉人自有天相。她前几胎虽说生产不易，颇多波折，最后也都平平安安，顺利诞下了孩子，绝不叫周家骨肉出半分差错。孩子，关键时刻还得靠你撑着，你快去！林妈妈，抬人进产房。夫人，眼下宋姨娘早产，胎气大乱，极为凶险。我等该如何稳妥施救？还请夫人明示。紫渊，救我！贺锦月要害姨娘，您快别挣扎了，这时候乱了气息，生不出来，可是要1尸2命的。快闭口蓄力，千万别乱动啊！月娘，里面怎么没了动静？是不是出了什么变故？夫君莫急，稳婆正在全力接生，只是妹妹胎位不稳，生产艰难。稳婆让妹妹暂且屏息蓄力，切勿哭喊耗损了体力，如此方能保住母子大小平安。月娘生过2个，最懂生产的事儿，有她在里头守着，儿子就放心了。阿弥陀佛，多亏了月娘。眼下情况究竟如何？回夫人，情况十分凶险。宋姨娘常年生育，身子亏虚的厉害，此番摔倒动止了平安早产，母子2人能否平安保全，实在难以预料。看来真的是天意使然。依照行医的规矩，全力施救，尽力保全即可。姨娘，撑住，再加一把力气。姨娘痛得失了心智，胡乱抓挠，脸都蹭伤了。快递参汤灌下去，务必撑住。夫人实在尽力了。姨娘接连多胎损耗，底子亏空太重，此番早产伤了，熬不住了。我知晓了，你们先退到外间等候。前日我再三叮嘱你，雨后石阶湿滑，万万小心。是你执意独行失足，动了胎气才酿成早产。可腹中孩儿是无辜的，孩子确实无辜。走到今日，每一步都是你自己选的路。你心肠当真狠。林妈妈，开门去告知老爷主君与老太太实情。月娘，芊芊怎么样啊？主君，芊芊没能熬过来，腹中孩儿也没能保住，方才所有人都拼尽全力护救了。是我没能护好你。紫渊，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？披头散发，不吃不喝，为了一个死去的妾室，你连朝廷的差事都不去当了。你还要不要你的仕途？要不要这伯爵府的脸面了？宋氏是命薄，可你得活啊！咱们整个周家还指望着你撑起门面呢。芊芊没了，我的心也跟着他一起死了。什么仕途，什么爵位，对我而言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混账东西，简直是色迷心窍！
夫人，外头最近传的可厉害了。今日奴婢跟着管事娘子去采买，才出州府的门，街上好几个人都在议论咱们府里的事儿。议论什么？都在说咱们伯爵府的主君为了死了一个心爱爵茶饭不知，把自己关在屋里好几天了。有说主君情深意重的，有说这妾室命好的，也有人说伯爵府堂堂主君为了一个妾室这般颓靡，传出去只怕要叫人笑话的。何止叫人笑话，这朝堂上多少眼睛盯着呢？主君连日闭门不出，耽误恙务。御史台那边若是参上一本，可有的瞧了。林妈妈说的对，奴婢还听说前日有几位同僚大人递帖子过来探望主君，都被挡在门外了。夫人，这消息传得这般快，这般广，外头的人嘴碎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州府的脸面只怕是保不住了。伯爵府堂堂主君为了一个妾室不吃不喝，卧病在床，连同僚的帖子都不见，消息传出去，可不就是满城哗然吗？夫人，您还是堂堂嫡妻呢，他却闹出这番笑话，旁人见了夫人，旁人见了我，只会说贺家的女儿贤良大度。如此夫君，他依旧将府中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教养儿女，从未失了半点体面。他的伤心是他的事。夫人，转眼都2年了，老瞧着主君如今倒是没从前那副要死要活的绝望样了，整日里忙着衙门里的差事，拼了命的往上爬呢。再怎么心爱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他的仕途终究比儿女情长更重要。可不是嘛，这男人的深情终究是抵不过手里的权力。月娘啊，子孝这2年总算是缓过来了，整日里忙于公务，娘这心里也是喜忧参番。是不是再亲自挑选一些身世清白、性情温顺的女子入府伺候子孝？父亲服宠，夫君身边确实需要知冷知热的人伺候，二老只管挑选，儿媳一一点头应下便是。好孩子，还是你最懂事。夫人，老太太这次挑的人，听闻模样几乎都酷似那宋氏，您当真不经手，不管管？这后院的浑水，就让他们自己去趟吧。主君，您今日怎么一直盯着妾身瞧？香，真香。芊芊，你终究还是回到我身边了，往后我不定叫你受半分委屈。主君怜惜，妾身自幼身子骨弱，只要能日日陪着主君，便心满意足了。这可怎么好？新姨娘自幼体弱，这入府后不慎染上的顽疾，怎么吃药都不见好，反倒一日重过一日了。主君也是，明知这病会传人，还夜夜守在床前亲自喂药。主君，是妾身不好，妾身把这病传给您了。夫君，只是知道你快要不行了，作为结发妻子，有些憋了许久的话，总得在你咽气前亲口说给你听。我这一生总觉得自己是个十分乖巧孝顺的人，自幼在家我孝顺爹娘，出嫁从夫我孝顺公婆，将这州府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人人称赞。对你，我更是百依百顺，从未有过半点忤逆。5年前你带着那个女人回府，当着我的面提出要和她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我也依旧忍了下来，不仅没有半分怨言，甚至还大度的祝你们儿孙满堂。你瞧，我多听话。你走了之后，我也依旧会好好教导咱们的孩子。玉儿聪慧，如今已是太子伴读，日后承袭了你周家的爵位，定会前途无量。而你和宋花花留下的那几个孩子，他们也会一口一个喊着我母亲，规规矩矩的在我的手底下讨生活。他们的婚丧嫁娶、前途命运，可全都在我贺锦月的一念之间呢。贺锦月，你这个毒妇！夫君，你瞧你现在这副瞪大了双眼盯着我的模样，当真是和宋千子走的时候一模一样。不闭眼便不闭眼吧，林妈妈，你说他们到了下面，还能不能继续做那对人人羡慕的夫妻？去报去丧吧，就叫思虑过中，顽疾复发，医治无效，在今夜去了。夫人，您瞧瞧，自打咱们玉少爷承袭了伯爵爵位，虽说年纪尚小，但这分外聪慧的手段，把府里的大小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谁见了不夸一句？这不，暗地里托人来找老奴说亲的媒人，都快把门槛给踩烂了。玉儿是有主意的，她的婚事不急，我遂她的意，咱们慢慢调整，总归要挑个她自己真喜欢、门当户对的。夫人说的是。说起来，老太爷和老夫人自打主君去后，如今啊，这偌大的州府，现在全凭夫人您和少爷做主，真是清静。哎呦，我们的大小姐回来了。夫人，老奴刚才还想说呢，玉少爷那边求亲的人多，咱们大小姐这儿送求娶帖子的世家公子也是数不胜数。可大小姐这心思，偏偏那些是连妈幼公子一个个文绉绉的，3步一传5步一磕，连马都才不要给他们呢。苏儿的志向，怕是根本不在这一方小小的后院吧？娘亲，苏儿志在四方，可不想像那些女子一样，一辈子困在这方寸之地的后宅，为了个男人的宠爱斗得你死我活。谁说女子只有嫁人这一条出路了？女子也可以有自己的一番作为，我未必就会比哥哥差。好啊，那我的苏儿将会是全天底下最厉害的姑娘。哪儿来的小白脸？力道倒是不小，拿命来！
居然让个娘们儿当主力！我当是什么厉害角色？原来是个细皮嫩肉的女人。识相的就给我跪下，我饶你一命。女子又如何？大梁的疆土我来守，大梁的敌寇我来杀。你到底是谁？贺于苏，誓死追随将军，杀！